就在5月25日，华为扔出了一颗足以震动整个半导体行业的核弹。它不是下一代手机芯片，也不是什么新的光刻机技术，而是一条全新的定律。很多人可能还没意识到，这条定律的出现可能会彻底改写未来30年全球科技行业的游戏规则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你会彻底搞懂什么是涛定律，为什么它能在摩尔定律走到尽头的时候，给整个行业指一条新路。你会明白为什么现在所有的行业巨头都在悄悄说，只看纳米制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你会看到一家被切断了所有最顶尖供应链的中国企业，是如何跳出别人制定了几十年的游戏规则，开始自己出题的。如果你错过了这个视频，你可能会对未来10年芯片行业的发展方向产生完全错误的判断。现在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未来芯片的竞争到底是拼谁能把晶体管做得更小，还是拼谁能把整个系统的效率做到最高？把你的判断和具体理由直接写在评论区，我会在评论区跟你继续拆解这个问题，看看谁的想法更接近行业正在发生的真实变革。如果你也想把这个问题彻底想明白，先点个赞收藏一下，不然后面讲到最关键的逻辑部分，你可能真的需要回头再看一遍。先别急着讲涛定律，我们先把最基础的问题搞清楚。为什么整个半导体行业现在都慌了？因为大家跑了几十年的那条路已经走到头了，这条老路就是摩尔定律。很多人都听过摩尔定律，说的是每隔18个月，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就会翻1倍，性能也会翻1倍。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摩尔定律的本质，其实就是2个字：缩小。把晶体管做得越来越小，把同样面积的芯片上塞进去更多的晶体管。过去60年，整个半导体行业就是靠着这一个简单的逻辑一路狂奔。从最初的几千个晶体管，到现在的几百亿个晶体管，我们的手机、电脑，所有的电子设备性能越来越强，价格越来越便宜，全都是拜摩尔定律所赐。但你猜最残酷的是什么？物理规律是不会给任何人面子的。当晶体管的尺寸缩小到几个纳米的时候，问题就开始出现了。几个纳米是什么概念？一个原子的直径大概是0.1纳米，也就是说，现在最先进的3纳米芯片，晶体管的尺寸也就几十个原子那么大。到了这个级别，很多我们以前认为理所当然的物理规律都失效了。首先是漏电流问题，当晶体管的栅极薄到只有几个原子层的时候，电子会直接穿过栅极，从一端跑到另一端。这就像你家的门本来应该是关上的时候水就流不过去，但现在门薄到只有1张纸那么厚，水直接就渗过去了。漏电流会导致芯片的功耗急剧上升，发热越来越严重。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的手机和电脑性能越来越强，但发热也越来越厉害？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这里。然后是成本问题，每一代制程的升级，研发成本和生产成本都在指数级上升。从14纳米到7纳米，芯片的研发成本翻了1倍还多；从7纳米到3纳米，成本又翻了1倍，而且良率越来越低，很多生产出来的芯片都是废品。这就导致现在最先进的3纳米芯片成本可能就要几十美元，甚至上百美元，而且这个成本还在继续上升。再往下走到2纳米、1纳米，成本会高到没有任何商业价值，就算你能做出来，也没有人买得起。还有散热问题，同样面积的芯片上，晶体管越多，发热就越严重。现在的高端 GPU 功耗已经达到了几百瓦，甚至上千瓦。再过几年，可能一颗芯片的功耗就会赶上一个电暖器。到时候你怎么散热？总不能给每个芯片都配一个水冷系统吧？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，摩尔定律已经撞到了物理极限的南墙上。再往下走，不仅技术上越来越难，经济上也越来越不划算。很多行业专家都已经公开说，摩尔定律已经死了，或者说至少已经走到了尽头。但你猜最讽刺的是什么？就在摩尔定律跑不动的时候， AI 突然爆发了。就在过去的2年里，大模型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。GPT Claude、Gemini 一个比一个大，一个比一个吃算力。OpenAI 训练 GPT-4，据说用了超过2.5万张 R00 GPU 左右，花费了超过1亿美元。而现在正在研发的 GPT-5，据说需要的算力是 GPT-4的10倍，甚至100倍。这就形成了一个致命的矛盾：一边是芯片性能提升越来越慢，成本越来越高；另一边是 AI 对算力的需求像火山一样喷发。
每过几个月就要翻1倍。这个矛盾不解决，整个 AI 行业都会被卡死。再过几年，可能就算把全世界所有的 GPU 都加起来，也不够训练一个最先进的大模型。所有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：摩尔定律之后，路在哪里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华为提出了涛定律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定律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是，终于有人把这个问题说透了。而且华为给出的答案和所有人想的都不一样。很多人以为华为会继续死磕制程，想办法做出2纳米、1纳米的芯片，但华为没有。华为直接说，我们不玩这个游戏了，我们换一条路走。涛定律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思路，既然我们不能再把晶体管做得更小了，那我们能不能让数据跑得更快？我给你打一个你一听就懂的比方，芯片就像一座城市，晶体管就是城市里的房子，数据就是城市里跑的汽车。过去几十年，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把房子盖得越来越小，这样就能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盖更多的房子。但现在房子已经不能再小了，再小就塌了，而且房子越多，路上的车就越多，堵车就越严重。你想想，北京、上海的堵车真的是因为路不够宽吗？很多时候不是，是因为红绿灯不合理，是因为没有立交桥，是因为所有的车都挤在同一条主干道上。有时候你明明只有几公里的路，却要堵1个小时。这不是因为路不够宽，是因为交通效率太低了。芯片里的问题其实一模一样。现在的芯片里面有几百亿个晶体管，但数据在这些晶体管之间传输的时候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堵车。数据从一个晶体管跑到另一个晶体管，需要走很长的路，还要经过很多不必要的节点，而且不同的模块之间数据传输的速度也不一样，经常会出现一个模块等另一个模块的情况。这就导致，虽然芯片里有几百亿个晶体管，但真正同时在工作的可能只有很小一部分，大部分晶体管都在闲着等数据。所以华为说，我们不要再去盖更小的房子了，我们来优化一下城市的交通系统。这就是涛定律的2个核心概念：时间缩微和逻辑折叠。什么是时间缩微？说白了，就是让数据跑得更快，让数据传输的时间更短。以前我们关注的是空间上的缩小，把晶体管做得更小。现在我们关注的是时间上的缩小，把数据传输的时间压缩到最短。怎么做到？比如，我们可以把经常需要交互的2个模块放在离彼此更近的地方，这样数据传输的距离就短了，时间自然就少了。再比如，我们可以优化数据传输的路径，让数据走最短的路，而不是绕远路。还有，我们可以提前预测数据的需求，在数据需要之前就把它准备好，这样就不用等了。什么是逻辑折叠？就是把原来需要很多步才能完成的计算折叠成1步完成。比如，原来你需要先算 A， 再算 B， 再算 C， 最后得到结果。现在我们可以把这3个步骤合并成1个步骤，直接得到结果。这样不仅能节省时间，还能减少中间的数据传输，降低功耗。我再给你打一个更具体的比方，比如你要从北京到上海，以前的思路是把汽车造得更快，从每小时100公里提升到每小时200公里，但汽车再快也有极限。现在华为的思路是直接修一条高铁，或者干脆修一条磁悬浮，同样的距离，用更高效的交通方式，时间自然就短了。这就是涛定律最核心的逻辑，从拼谁的晶体管更小，转向拼谁的系统效率更高，不再是单一维度的比拼，而是全系统的优化。你先记住这个点，后面它会突然变得非常关键。很多人听到这里可能会说，这听起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啊，不就是优化一下吗？但你知道吗？这个思路其实是对整个半导体行业过去60年发展逻辑的彻底颠覆。过去60年，整个行业的评价标准只有一个纳米数，谁的制程更小，谁就更厉害。3纳米就是比5纳米好，5纳米就是比7纳米好。所有的公司、所有的媒体、所有的消费者都在盯着这个数字。但涛定律告诉我们，这个标准已经过时了。未来的芯片比的不是谁的晶体管更小，而是谁的损耗更低，谁的数据路径更短，谁的系统效率更高。一颗用先进封装技术做出来的7纳米芯片，性能可能比一颗3纳米的芯片还要强，功耗还要低，成本还要便宜。这就很有意思了，因为这意味着那些在先进制程上领先的公司，突然之间他们的优势
就没有那么大了。而那些在系统整合、全站协同上有优势的公司，突然之间就有了弯道超车的机会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华为走的这条路，其实不是只有华为在走，这是整个行业的共同趋势。你去看看，现在全球所有的半导体巨头，台积电、英伟达、AMD、英特尔，所有人都在搞先进封装和 chiplet。台积电的 3D Fabric 技术，英伟达的 H100和 H200 GPU，AMD 的锐龙处理器，全都是用了先进封装和 chiplet 技术。英伟达的黄仁勋早就说过，摩尔定律已经结束了，未来的性能提升将来自于先进封装。AMD 的 CEO 也说过，chiplet 是未来芯片发展的必然方向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不是华为一个人的选择，这是整个行业的必然趋势。摩尔定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，接下来是系统工程的时代。未来的芯片竞争不再是单一零件的孤军奋战，而是整个系统的战争，是软件加硬件加封装加散热加网络，所有环节加在一起的综合比拼。但华为和其他所有公司有一个最大的不同，其他公司可以买最好的光刻机，可以找最好的代工厂，可以和全球最顶尖的供应商合作，他们可以从全世界采购最好的零件，然后把它们拼在一起。但华为不行，华为被切断了所有最顶尖的供应链，华为不能买 EUV 光刻机，不能找台积电代工最先进的制程，甚至不能买很多现成的零部件，所以华为只能自己做所有事情，从芯片设计到封装技术，到操作系统，到编译器，到应用软件，全部自己来。一开始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华为的劣势，大家都说华为被逼到了绝路，不可能跟那些全球巨头竞争，一个公司怎么可能打得过整个全球产业链？但现在回头看，这反而成了华为最大的优势，因为只有你自己控制了所有的环节，你才能从最底层开始进行全系统的优化。别人只能优化其中一个部分，而华为可以优化整个系统。我再给你打一个比方，比如造车，特斯拉为什么能把电动车做得这么好？不是因为特斯拉的电池比别人好多少，也不是因为特斯拉的电机比别人强多少，是因为特斯拉自己做了电池，自己做了电机，自己做了电控系统，自己做了自动驾驶软件，自己做了车身设计，所有的环节都是自己的，所以特斯拉可以从最底层开始优化，把整个车的效率做到极致。而其他的传统车企，他们的电池是买宁德时代的，电机是买博世的，电控系统是买大陆的，自动驾驶软件是买 Mobileye 的，他们只能把这些别人做的零件拼在一起，然后尽量让他们配合的好一点，但不管怎么拼，都不可能做到特斯拉那种程度的优化，因为每个零件都是别人设计的，你只能在别人给你的接口上做调整。华为现在的情况就和特斯拉一模一样，别人是组装厂，而华为是从零到一的设计者，别人只能在别人制定的规则里玩，而华为可以自己制定规则。这就是全站协同的力量。当你控制了所有的环节，你就可以打破所有的边界，进行别人根本做不到的创新。比如华为的鸿蒙系统，很多人以为鸿蒙只是一个手机操作系统，但其实不是。鸿蒙是一个覆盖手机、电脑、平板、汽车、智能家居、穿戴设备的全场景操作系统，它可以让所有的设备无缝连接，数据可以在不同设备之间自由流动。你在手机上看到一半的视频，可以直接转到电视上继续看；你在电脑上编辑的文档，可以直接在平板上继续编辑；你的手表可以控制你的汽车，你的眼镜可以显示你的手机信息。这种体验是苹果和谷歌都做不到的，因为苹果虽然也有自己的生态，但苹果的生态是封闭的，而且不同设备之间的协同远没有鸿蒙这么深入。谷歌就更不用说了，安卓是开源的，各个厂商都在改，根本做不到统一的体验。只有华为，因为自己做了所有的环节，从芯片到操作系统到设备，全部自己来，才能实现这种全场景的无缝协同。而涛定律其实就是这种全站协同思路在芯片领域的延伸。华为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谁的制程更小，因为华为可以通过全系统的优化，用更成熟的制程做出性能更强、功耗更低的产品。别人用3纳米才能做到的事情，华为用7纳米就能做到；别人用7纳米才能做到的事情，华为用14纳米就能做到。这才是真正的降维打击，不是在同一个维度上跟你拼谁做得更好，而是直接换一个维度，让你原来的优势变得毫无意义。讲到这里，
我必须泼一盆冷水。很多人看到这里可能会很激动，觉得华为已经天下第一了，觉得我们已经彻底打破了封锁。但事实不是这样的，涛定律不是什么神药，不能一夜之间解决所有的问题。先进制程的硬差距依然存在，我们不能否认，现在最顶尖的制程技术还是掌握在别人手里。EUV 光刻机我们还是造不出来，最先进的3纳米、2纳米芯片我们还是生产不了。这个差距不是短时间内能追上的，而且涛定律能不能成功，最终不取决于技术有多先进，而取决于有没有人愿意用。任何一个技术，不管它有多厉害，如果没有人用，那它就没有任何价值。涛定律必须变成一种生态语言，让全世界的开发者都愿意基于它开发软件，让全世界的客户都愿意买它的产品。只有建立起了自己的生态，涛定律才能真正落地，才能真正改变整个行业。而建立生态是最难的事情。苹果用了几十年才建立起了自己的生态，谷歌用了几十年才建立起了安卓的生态，微软用了几十年才建立起了 Windows 的生态。华为要建立自己的生态，也需要时间，需要耐心，需要无数人的努力。未来的竞争不是技术的竞争，是生态的竞争。谁能建立起自己的生态，谁才能真正制定规则。我觉得这才是涛定律给我们最大的启示。它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赢了，它是告诉我们我们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，一条不需要依赖别人，不需要在别人制定的规则里追赶，而是可以自己制定规则的路。过去几十年，中国的科技产业一直都是追赶者，我们总是在想怎么才能做得和别人一样好，我们总是在跟着别人的脚步走。别人制定了规则，我们只能遵守；别人掌握了核心技术，我们只能花钱买。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我们开始自己制定规则了，我们开始告诉全世界未来的芯片应该是这样做的，未来的科技应该是这样发展的。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，从追赶者到并跑者，再到领跑者，从遵守规则到参与制定规则，再到主导制定规则。当然这条路不会好走，前面还有很多困难，还有很多挑战。别人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优势，不会轻易让我们制定规则。未来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，越来越残酷，但至少我们已经找到了方向。我们不再是在黑暗里摸索，我们已经看到了光。最后我想跟你说，涛定律的提出其实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。那个只看纳米数的时代已经结束了，那个由少数几家公司制定所有规则的时代也正在结束。未来的科技行业会是一个更加多元的时代，会有更多的公司、更多的国家参与到规则的制定中来，会有更多不同的技术路线、不同的发展方向。而中国终于在这个时代的转折点上占据了一席之地。我们不再是旁观者，我们已经成为了参与者，甚至是引领者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让你对半导体行业的未来，对中国科技的未来有了新的认识，那就订阅一下我的频道。后面我会继续拆解更多科技行业的深度话题，带你看懂那些真正影响未来的技术变革。最后提醒大家，本视频内容仅为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，不构成任何专业建议，涉及投资、技术等专业问题，请务必咨询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。请大家结合自身情况理性判断。